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胖版李敏镐到天选古人，张凌赫凭逐玉上桌的8年逆袭史。在更新换代极快的内娱生态里，一个演员的上桌往往意味着他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流量分配，而是开始真正进入行业核心叙事。2026年，随着逐玉的热播，张凌赫这个名字终于完成了从待报到被认可的关键跃迁。但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拉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被称为天选古人的演员，其实走过了一条极其典型，也极其艰难的成长路径，从外形争议到表演质疑，再到风格试错，最终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这不是一个一夜爆红的故事，而是一段被反复修正的人生轨迹。理工男闯入娱乐圈的违和感。199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张凌赫，成长路径原本与娱乐圈毫无交集。他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，是典型的理工科背景。相比那些从小接受表演训练或早早进入影视行业的演员，他的起点显得迟钝且非典型。2021年，22岁的他凭借《少女大人》正式出道。彼时的他给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惊艳，而是违和。体重接近200斤的状态让他的脸部线条模糊，婴儿肥明显，骨骼优势被完全掩盖。镜头前的他眼神略显空洞，表情控制不足，甚至被部分观众调侃为像 AI 换脸。更具戏剧性的是，当时网络上曾流传一句颇具传播力的评价胖版李敏镐。这句看似调侃的标签，实际上揭示了他当时最核心的问题：五官条件并不差，但整体呈现缺乏结构感与精气神。减重与初步开脸，颜值的第一轮修正。23岁时，在心动的瞬间中，张凌赫明显完成了第一轮外形调整减重。体重下降后，他的脸型开始收紧，轮廓逐渐清晰，鼻梁上的痣成为辨识度极高的个人标志。尤其是在侧脸角度，他的骨相优势开始显现，高鼻梁、较优的颧骨位置，让他具备了接近漫画脸的前置。然而，问题依旧存在。正面镜头中，他的法令纹与面部松弛感仍然明显，表演层面依然停留在被动反应阶段，更多依赖角色设定而非自身表达。这一阶段的他处于典型的外形提升快与演技成长的状态，观众对他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。好看是好看，但不太会演；脸有潜力，但还没用对方式。努力与挫败，表演的卡壳期。24岁时，张凌赫在《我和我的时光少年》中饰演一位截肢学霸。为了塑造角色，他主动接触残障群体，试图从生活细节入手建立人物。从态度上看，这是一次非常认真的尝试，但结果却并不理想。观众普遍反馈他面瘫木头人，尤其是在近景镜头中，面部肌肉调动不自然的问题被放大，情绪表达更多依赖身体动作，而非面部细节，使得角色显得空壳化。这一阶段的张凌赫其实陷入了一个常见误区，过度强调体验，却忽视了表达工具的训练。演员不仅需要理解角色，更需要掌握如何通过镜头语言传递情绪。而当时的他还没有建立起这一套体系。转折点：苍兰诀带来的觉醒。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5岁。在苍兰诀中，张凌赫一人分饰长恒与萧润2个角色。这不仅是一次角色挑战，更是一场镜头适配能力的考验。古装束发造型意外地成为他的解锁密码。高颅顶与清晰的头骨结构在这一造型下被充分放大，眉眼舒展后，他的面部比例开始趋于理想状态。更关键的是，
他第一次真正学会了使用微表情。情绪隐忍时，不再刻意低头，而是通过眼神停顿传递压抑；情感流露时，不依赖夸张动作，而是用睫毛轻颤、喉结滚动表达。观众开始意识到，这个演员不只是变好看了，而是开始会演了。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认真讨论表演。过度修饰的反噬宁安如梦的争议。26岁时，张凌赫在《宁安如梦》中饰演谢薇，本应是一个带有病态气质与破碎感的复杂角色，但最终呈现却引发争议。问题并不完全出在表演，而是过度的外部修饰，粉底过白，削弱真实肤质；眼妆过重，破坏五官平衡；后期修图过度，压缩自然轮廓。结果是，他原本的骨相优势被掩盖，甚至出现下巴变圆、法令纹加深等反效果。这一阶段的经验，反而让行业与观众都意识到，张凌赫的脸更适合减法，而不是加法。稳定与瓶颈杜华年的两面评价。27岁时，他在杜华年中凭借唐制造型再次引发讨论，被称为天选古人。宽肩长腿的身材比例在古装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，整体气质也逐渐趋于成熟稳重。但问题依旧没有完全解决，嘴唇外翻影响全程角色的压迫感，情绪转换略显生硬，缺乏层次过渡。这说明他虽然已经完成外形适配，但在情绪流动上仍需打磨。选角失误的反思樱桃琥珀的争议。28岁时，他在樱桃琥珀中饰演15岁高中生，与赵今麦同框。这一次，问题不在演技，而在选角逻辑。成熟的骨骼结构使他的少年感显得刻意，观众普遍反馈装嫩感明显，即便表演没有明显问题，也难以建立信服度。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个行业规律：演员与角色的匹配度有时比演技本身更重要。29岁逐欲成为张凌赫职业生涯的决定性作品。他饰演的谢征，从落魄软弱到铁血战神，角色弧光完整且极具挑战性。而这一次，所有过往经验终于形成闭环。1. 外形策略极致贴合角色，前期素颜加自然光影，呈现病态感；后期银甲造型加高颅顶强化，突出骨相锋利度。2. 镜头语言主动控制表达，仰拍强化压迫感，侧光突出轮廓，逆光营造情绪张力。3. 表演突破，从做表情到用身体呼吸。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戏是一段无台词独白，呼吸急促变化，指节发白，眼神由散乱到凝聚，仅凭身体细节完成情绪递进。这一刻，观众真正认可了他作为演员的身份。逆袭的本质不是整容，而是系统优化。围绕张凌赫的变化，网络上曾有过各种猜测，但从整体轨迹来看，他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套系统性的自我修正。体重管理打开骨相基础，造型匹配放大结构优势，妆容减法保留真实质感，表演训练建立表达体系，每一步都在纠错，而不是重塑。网友评论：从质疑到真香的集体转向。逐欲播出后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明显的舆论反转。以前觉得他帅但空，现在是真的有内容了。这才是古装男主该有的压迫感。他不是突然变强，是终于用对方法了。内娱终于又多了一个能靠脸也能靠演的。谢征那场无台词戏，我直接起鸡皮疙瘩。双引号。也有观众带着老粉心态感慨，从少女大人一路看到现在，这波上桌我认。被嘲了这么多年，他居然真的一步步改过来了。双引号。甚至有人用一句话总结他的逆袭逻辑：张凌赫的成功
不是天赋兑现，是错误排除。双引号。结语：一个慢热型演员的胜利。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中，张凌赫的路径显得有些反潮流。他没有在最初就拿到完美人设，也没有一夜之间封神，而是在不断试错中完成自我修正。竹玉的成功并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标志，标志着他终于从被塑造的演员成长为能主动塑造角色的人，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桌。